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这说的是笔电界的谁呢？当然是小米了。当年的小米 Air 13在那个低色域屏横行的时代，率先在低价位引入72% NTSC 的玻璃贴合屏。之后的小米笔记本 Pro 凭借着较高的性价比，又在大屏全能本的市场里赢得了不错的口碑。可惜啊，小米笔记本是出道即巅峰，之后的产品要么是配置落后一代，要么是老模具炒冷饭，近2年的关注度直线下降。之后呢，小米又借红米品牌推出了主打低价位的 Redmi Book， 可惜呢，无论是配置还是价格都竞争不过主流厂商的产品。现在的小米和红米急需一款真正拿得出手的产品，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。而红米这次给出的答案是 Redmi Book Pro。那么这台 Redmi Book Pro 15都 Pro 在哪些地方了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照例先来看一下配置，这台电脑采用的是 Intel i5-11300H 处理器，4核心8线程，属于标压的 Tiger Lake H35系列。理论来说呢，高功耗下的表现会比 DRU 好一些。独显方面是一张 GDDR5 显存的 MX450，内存是板载的 16GB DDR4 3200兆赫兹，硬盘是512GB 的凯霞 BG4。配置部分最 Pro 的就是屏幕了，15.6英寸16:10比例，32×2000分辨率，100%sRGB 色域，90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。这几项参数结合在一块是比较少见的。上一个在轻薄本上引入90赫兹的是 Yoga 14S， 前面我们评测的幻13也引入了高刷新率屏幕。看来今年各家轻薄本在屏幕上的军备竞赛应该会比较精彩。售价部分，我手里的这台 i5 加独显版为5499元，i7 加独显版则是6299元，最低配的 i5 核显版本为4999元。如果能原价买到这台机器，性价比还是很高的。再来看一下机器的外观，这次的 Redmi Book Pro 着重升级了一下做工，机身的 AC 面都采用了 CNC 一体成型的工艺，开合处的公差和转轴阻尼都控制得很好。外壳表面还进行了陶瓷喷砂，摸上去手感非常细腻。不过 CNC 工艺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重量，整机最后处为 17.3 毫米，机身重 1.76千克，比其他15英寸的轻薄本要重了100克左右。来到壁面，由于使用了16:10的屏幕比例，上下边框都比较窄。之前一直在 Redmi Book Pro 上缺席的摄像头，这次也加上了，上网课不用担心了。C 面开机键放在了右上角，集成了指纹识别，旁边是小爱同学的快捷键，方向键是全高的，比较可惜的是没有数字小键盘。按键键程为 1.5 毫米，手感一般般。触控板的面积比较大，滑动体验还行，但是点按手感很诡异。首先是松动的问题，即使是非常轻微的敲击也会发出噪音。另外可能是由于装配的误差，触控板的下半部分感觉有2段按压反馈，中间呢有一段空键程，你以为按下去了，其实它没有。来到侧面，左侧有2个 USB-C 口，其中一个支持雷电4，另一个是普普通通的 USB 3.0 速率。旁边还有一个 HDMI 和一个 USB 3.0 Type A， 右侧则是一个 USB 2.0 和 3.5 毫米的耳机耳麦口。这个接口勉强及格吧，就是这个 USB 2.0 看着让人不太舒服，如果换成 3.0 就更好了。从外观上来看， Redmi Book Pro 15的做工在这个价位上还是非常好的，一体成型的机身和简单的装饰让它有一种很朴素的高级感，毕竟苹果的设计就是最好的设计嘛。但是呢，它在一些细节处理上不是很到位，比如说这个没有做倒角的边缘非常的割手，机身割手也就罢了，连标配的100瓦 PD 充电器边角也没有打磨完全，这个锋利程度我觉得都可以削土豆了。接下来进入实测环节，首先是这台笔记本电脑最 Pro 的地方，屏幕。这块面板在屏库网中查不到相关信息，可能是红米定制的型号。实测色域容积 101.6% 的 sRGB， 色域覆盖 97.5% 的 sRGB， 平均 Delta E 为 1.16， 巨大 Delta E 为 2.31， 色域色准都是比较优秀的水平。屏幕的色温为 7500K， 看上去会稍微有点偏冷。响应时间方面，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18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28毫秒，中规中矩。屏幕采用的是全亮度 DC 调光，最大亮度为315尼特，轻薄本的一般水平。最近我看到贴吧里面有人反映说这块屏幕的亮度比较低，我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可能是可视角度的问题。我们把它和另一台电脑都调到300尼特，可以看到正对屏幕时它们的亮度差不多，但是如果转一个角度，红米的亮度就明显变低了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在这个价位段里， Redmi Book Pro 的这块屏幕同时集成了高分辨率、宽比例和高刷新率，色域色准也都做得不错，在5000元价位段肯定是位列第一梯队。这次的 Redmi Book Pro 的外观和屏幕都进行了升级，那内部是不是也升级了呢？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。这台电脑拆机不难，卸下底面螺丝即可取下后盖。可以看到这个散热模组确实是没升级的，拿之前 Redmi Book 14 2代的拆机图来比一下，还是单风扇双热管的散热，布局都没怎么变，直接超个作业就交了上来。实测结果也没什么惊喜，
使用负载较低的 Strix CPU 单烤 ，CPU 的温度维持在89度，功耗30瓦，频率可以跑满 4.0G 赫兹全核最大睿频。如果换用压力更大的 Strix FPU， 那功耗可以达到 PL1 设定的35瓦，温度93度，频率 3.3G 赫兹。双烤 CPU 的温度96度，功耗31瓦，频率 3.9G 赫兹。显卡就比较惨了啊，功耗还不到9瓦，频率1395兆赫兹，温度79度，应该是受到76度温度墙的限制。表面温度看图，高温集中在键盘常用的左上区域，最高温度达到了45.7，比较热。噪音部分，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47.2分贝，在轻薄本中属于偏高的水平。不难看出 Redmi Book 这套老款散热单独应付一个 CPU 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在双烤情况下，由于 CPU 会把显卡一同加热，结果就是显卡运行起来撞墙严重，发挥不出全部性能。而且呢，显卡温度墙还比较低，只有76度，在实际使用中对频率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。聊完了散热，我们继续看拆机。金属屏蔽罩下面是板载的 DDR4 3200兆赫兹内存，无法自行更换。左侧是 Intel 的 AX201 无线网卡，右侧是一根 512GB 容量的凯霞 BG4 固态硬盘，支持 PCIe 3.0/4，终于不是 SATA 速率了，可喜可贺。下方是70瓦时的大电池，实测 PC Mark 时现代办公的续航成绩为9小时44分钟。这台电脑的高分屏、标压 CPU 和独显都是比较耗电的，好在电池的容量比较大，续航成绩还算可以接受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进入性能测试环节。首先是这款 Intel 的新牙膏 i5-11300H， 它属于 Intel 的第11代标压系列，代号 Tiger Lake H35。虽然是 H 后缀的标压 U， 但是最高只有4核心8线程。从规格上来看 ，H35 和低压的 Tiger Lake 在核心数量、架构、缓存、PCIe 通道数上都一样，看起来就是低压 U 提高 TDP、优化电压频率得来的。实测结果也没什么惊喜，这台电脑 R20循环测试成绩在2100到2200分之间。第一轮跑分时 ，CPU 功耗可以达到40瓦，之后会在35瓦左右波动。这个分数感觉和那些低压 U 的笔记本也没什么区别嘛。实际上，如果把它的功耗锁定在35瓦，那它和同功耗的 i5-1135G7 相比，它的多核性能还要弱上3到4个百分点。而在单核性能部分，得益于最大睿频的提升 ，i5-11300H 会比 i5-1135G7 强4%左右，勉强算是保住了标压 U 的脸面。总的来说 ，i5-11300H 在这台电脑上的表现一般。这颗 H 结尾的标压 CPU 实际上有点狐假虎威，就是一颗通过增加功耗来提升频率和性能的低压 CPU。这个完全就是英特尔在营销上的小把戏啊！如果你对 CPU 的多核性能有要求，选购时一定要注意这个规格，特别是核心数，千万别被这个 H 后缀给骗了。聊完 CPU， 再来简单看一下显卡。这台电脑搭载的是 GDDR5 显存的 MX450， 最大功耗为25瓦。3D Mark 的 FSE 分数为1761分 ，Time Spy 1900分，性能上比 GDDR6 版本的 MX450 要稍微低一些。这个级别的显卡就不要想着玩大型单机了，我们还是跑2个网游试试看。在原生分辨率下，最低特效的 CSGO 平均99帧，勉强跑满屏幕刷新率；最高特效 Dota 2平均只有39帧，卡顿感比较明显。查看测试时的 log 可以发现，在游戏开始1分钟之后，显卡就撞上了温度墙，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降频。看来以这台电脑的性能和散热，应付 3.2K 的高分屏有点困难。如果把分辨率降为常见的 1080P， 那画面呢会由于非点对点缩放的原因变得更糊一些。此时 CSGO 的平均帧数达到了205，Dota 2提升到了81帧，可以流畅运行了。总结一下，虽然 Redmi Book Pro 15带来了一张 MX450 独显，但是呢，由于高分屏和显卡的温度墙问题，它的游戏表现并不好，大家还是把它当成一台屏幕素质较高的办公机比较合适。说到办公，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小米更新的米 UI 加了。这个功能也可以叫智能互联，用起来和华为的多屏协同非常像。通过扫码进行链接，然后呢就可以在电脑上控制手机。目前可以同时开启2个手机窗口，支持文件互传、应用接力、通知接力、共用剪贴板等功能。比如我在写文案的时候需要用到手机里的照片，那现在只需要像这样拖动一下就可以了。或者用电脑编辑手机上的文档，点击保存之后自动存回手机。而且呢，不只是 Redmi Book， 这个功能在其他品牌的笔记本上也能用，只需要在官网上下载最新的米 UI 加 Beta 版就可以。可以说，继华为之后，终于有另一家厂商站出来做手机加 PC 同步的软件了。而且呢，小米的方案相对来说更加开放。只不过实际使用中，这台电脑上操作手机的延迟感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估计呢还要等等进一步优化。对于这个功能，我还是比较期待的。好了，看完了配置、外观、屏幕、拆解、散热、性能之后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，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同价位中屏幕素质很高，
现在的笔记本都喜欢在屏幕上做文章，之前有 Yoga 14S 的16:10 2.8K 90赫兹屏，但是呢仅限14英寸的小尺寸机型。现在红米也拿出了一块 3.2K 90赫兹刷新率的15.6英寸屏。如果你想在大屏轻薄本上同时追求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，同时呢预算只有5、6千，那么 Redmi Book Pro 15是现阶段唯一的选择。第二，电池容量较大，支持100瓦 PD 充电。这台电脑的屏幕、CPU、独显都比较耗电，不过得益于70瓦时的大电池，续航时间上并没有什么短板。目前大多数轻薄本都是65瓦的 PD 充电，红米这台给到100瓦，回血的速度更快一些。第三，标配雷电4接口。在5000元价位上，标配雷电4的轻薄本不多。这台电脑有2个 Type C， 其中一个支持雷电4，算是一个加分项。聊完了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缺点。第一，高负载下显卡性能释放比较保守。刚拿到这台电脑的时候，它的极速模式还是13加17瓦的功耗，当时我还吐槽它的 CPU 性能过于保守。没想到在更新606版本的 BIOS 之后，它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，CPU 的功耗完全放开，丝毫不顾旁边显卡的感受。双烤时 MX 450的功耗只有9瓦。另外，我还想吐槽一下这个模式切换的 bug， 经常是 F1+K 弹出极速模式的图标，然后呢结果没切过去，只能靠重启解决问题。估计后续还要再花点时间进行调教。第二，机身边缘过渡处理割手。CNC 一体成型工艺确实让这台电脑做工质感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但是呢，它的机身边缘处没有进行打磨，实际摸起来割手感相当明显。第三，没有搭载数字小键盘，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吧。我的意见是，15英寸的机型还是应该尽量加入小键盘，不要仅仅是为了外观上的简洁就丢掉实用性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电脑的优缺点都很明显。所以说，我会把它推荐给那些对屏幕和做工要求较高，同时不怎么玩大型游戏的办公人士以及学生群体选购。Redmi Book Pro 15的3款配置中 ，i7 的性价比不高 ，i5 版更值得推荐。而之前的测试也可以看出，这台机器的散热和性能调教并不能很好发挥独显的性能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没有什么游戏需求的话，那价格更低、发热更小的 i5 核显版更值得购买。以前提到小米和红米，大家的反应基本上是性价比。但是呢，在笔电这个领域，小米作为一个供应、设计、售后等多个方面经验不足的品牌，光靠性价比是赢不了联想、惠普这些老大哥的。只有把产品做出亮点和差异化，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市场。这次的 Redmi Book Pro 就是一个很勇敢的尝试，它确实有不少出众的地方，比如说这块屏幕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只是呢，它在一些细节上做的还不够完美，像散热表现以及做工上的一些小瑕疵，甚至还有待完善的 MIUI 加。希望小米能够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走下去，重新回到主流玩家的视野里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长按点赞，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8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比8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